跟关系有什么关系？爱跟关系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能要看要从哪一个层面看吧。是要从世俗的角度看呢，还是大爱的角度看呢？其实完全没办法从世俗的观点去看，因为爱就不在世俗里。对啊。那所以谈到爱关系，关系是可以世俗的，有世俗的关系，就是朋友啊关系啊、死党啊，什么都可以有不同的关系。那但是谈到爱，那就没办法有世俗性在里面。关系的层次跟爱是有点区别的。爱其实不存在它不是在一个关系里面所形成的东西。所以有人说爱到底是什么？那其实爱不是因为那个关系而存在，而是爱本身就是爱，爱本身就是一种本质，它不是一个关系的界定。任何的关系其实只是看到自己而已，其实不会看到别人。我们在一段关系，不管是朋友关系或者什么关系，当你在跟人接触的时候，那你会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看到很多的，不管是观念啊、情绪啊，或者来回的交流啊等等，你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其实都只是自己信念的运作。那所以，既然是这样子，你看到的其实是自己，对方是一面镜子，那你借由这一面镜子去反映出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让自己看到，这就是关系。那所以灵修的领域里面有一句，就是说，就是你的枕边人往往就是那个大菩萨来度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能真实的反映出你内在的东西，这样，那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那你就可以消化自己的一些问题啊等等，那你就可以提升自己，甚至可以解脱。那所以他是一个菩萨，他让你很生气，你为什么生气？你看清楚自己介意的点是什么，你看清楚自己的信念卡在什么地方，那你就可以去解开它。那所以关系其实是让人看清楚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朋友关系、父子关系，什么关系都一样，你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些你内在的信念。那理解这些有什么作用吗？理解这些有很大的帮助，就是你就可以开始从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一个环节，看到自己是如何去看待每一个环节跟关系所产生的互动，那些全部都是来自于自己的信念。看清楚自己的信念的好处就是明白自己有哪些地方卡住，那明白有哪些地方卡住，自然就可以把它解开。有人说我们来地球或者来这个世界是来修炼功课的，那这些每一个功课啊都完成了之后就能够圆满解脱。那到底功课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每一个卡住的信念，不就是这样？你能从一个固着的信念里面解脱出来，把它解开了，那你就完成了一项功课。当然这是一个提升的方式，也是一个让自己变轻松的方式，你就越来越开阔，这些结越来越打开，你就自己就会越来越开阔，这是一个方便。那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，卡住的地方要如何把它解开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着它不解释。这就回归到我们之前在讲的一个轴心，你要从现象中解脱出来，那你就看着它不解释。所以当你知道关系是一面镜子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能看到很多的卡住的地方，那么你就可以持续的观察它，让它解开融化，那你就会越来越开阔。知道这个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再焦灼在那些关系所产生的一些情境上，而你就明白说一切其实看到的只是自己内在，不需要去介意它。那这个是关系所带来的好处，就是你可以看清楚自己内在的一些卡住的或者有什么信念在那里。那男女关系有爱吗？这个就讲到爱了，所以这个主题为什么是爱与关系？那其实关系跟爱不一样的。刚刚讲的是，即使是男女关系，我们也可以从关系中看到我们很多卡住的地方，或者看到自己内在是什么样的信念，然后看到这些信念，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改变或者消化。那至于男女到底关系上有没有爱，其实男女是一种互补，就是你会发现你缺少了什么，然后你想从对方身上抓住，然后你就企图拥有这个关系，然后去想要得到某一些东西。那么那个需求，你会把它认为是爱，其实它是一种需求啊！我好爱你，我好需要你，然后没有你我会死。为什么没有你我会死？因为里面有某一些东西
是一种需要，就是你内心的需求，借由对方来填补那个需要。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它不就是一种欲望，一种需索，而不是爱？爱的定义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层面。所以当说我好爱你，然后没有你我会死或者什么，这些里面是不是带有许多其实是自己内心空虚需要填补的地方？这个自己就要去察觉。所以男女之间真的没有所谓的爱吗？有，当然有，跟万物都有，不限定于男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男女是一个阴阳互补的状态，所以当他处于一种和谐的运作的时候，阴补阳，阳补阴，而产生一个较为圆满的状态的时候，很自然而然会进入一种氛围。那种氛围就是没有时间性，没有个体性，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很幸福。这时候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只有幸福存在。我看到对方的时候，我连自己是谁我都忘记，就没有任何的想法。你会把信念、个体性什么都丢掉了，然后连那个时间性也不存在，地点也不重要，没有地点、没有时间、空间等等，在那个氛围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。这个就是爱啊。那爱是什么？其实就是那个一体性。所以真正的爱是那个一体性，而不是需要。当这个一体性产生的时候，在那个氛围下是存在爱的。那不是因为爱存在，而是你在那个当下，你回归到了你一体性的本质。所以那个爱是每一个人的本质，而不是去得到的东西，是借由对方而看到自己内在的这种圆满幸福的本质。那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借由对方而看到自己这样内在幸福圆满的本质，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和谐，那么他们就是相爱的。所谓的相爱就是相互而印证了自己就是那个爱的本身，叫相爱。不是我爱你，你爱我，而是我们本身就是爱，你就是爱，我就是爱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去印证了就是爱。那么这就是真爱，不是那个哇我需要你啊，你需要我啊，什么要死啊什么，那些都是一些情节故事，而不是爱的本身。那这种没有时间性、没有空间性的一体感，是不是一定要男女才会发生？不一定的。有时候你跟你家的猫咪，哇，当你抱着它的时候，好可爱，然后时间都不存在，世界不存在，就只剩下那种美好的氛围，那就是爱啊。所以不是只有男女才有爱的发生，这世界万物都可能提供你发现爱的本质。它已经融入了那个爱的氛围。想到可爱的妈妈就觉得好幸福啊。所以当两个人你跟伴侣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多去感受那个无时间性、无空间性的一体感，那这种氛围你们就更能够体会爱，那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当你们越能够体会爱，你就越显化出能体会爱的时刻，那你们就会越来越相亲相爱，减少在思想上、信念上看待对方如何这些东西，你就看到，其实你就是像我们刚刚说，你借由关系去看到自己内在有什么卡住的地方，然后你就去消化它，看着就好了，让它过去，不要抓住它，它就会过去。然后你的生活，你跟你伴侣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和谐，然后越来越圆满，然后一直有爱的氛围，然后一直有这种一体的圆满，然后越来越少因信念而产生的一些干扰或者阻碍。所以这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些，可以让大家相处越来越圆满。可以回来了。我们一起抱妈妈。抱这么久，抱妈妈。好乖。乖了。那个，这莫非真的有一个灵界的猫咪在这里？你看光这样子想象有一只猫就觉得很幸福。所以有时候是内在的本质，而不是那个东西。对啊。对啊。好，这集就到这边了。拜拜。这是猫掌。拜拜。